2026年1月12号，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又问了那個老問題：你上次回伊朗是什麼時候啊？鏡頭前那位里薩·巴列維，伊朗末代國王的兒子，頓了一頓，又頓了一頓，然後跟背台詞似的回答：1978年7月，我很快會回去的。可是2023年11月的時候，他自己說的另一段話就不是這個味兒啊。那時候他念叨的是：我的生活全在美國，孩子認識的人也全在這兒，我就算回了伊朗，我能幹嘛呀？這兩段話擱一塊兒聽啊，是不是特別逗啊？說白了，巴列維這個名字啊，在現在伊朗這鍋亂粥裡頭啊，怎麼着還以為是什麼眾望所歸的領頭羊啊？頂多就是個話題人物，專門用來照出那幫反對派的一地雞毛和歷史的糊塗賬。里薩·巴列維本身是個挺努力的人，老想跟他爹那個時代劃清界限，到處說他要的是民主過渡，不是把他爹那套國王專政再請回來。可問題是，歷史這東西是你想劃就能劃得清界限的嗎？他爹老巴列維當年在位的時候，仗着美國撐腰，軍隊厲害，還有個叫薩瓦克的特務機關，那名聲可不好啊。那虽然說也搞了點現代化啊，叫什麼白色革命，可是整個王室自己摟的錢他媽海了去了。有人說估摸着得有50億到200億美元，老百姓過的什麼日子啊？現在很多伊朗人一聽巴列維，腦子裡條件反射就是腐敗、獨裁、老美的跟班，這大帽子死死扣在他們家頭上呢。為什麼前2年伊朗街上鬧得兇的時候，特別是22年，因為那個叫瑪莎·阿米尼的姑娘死了，全國都在鬧，有些人就又喊起國王萬歲了呢？要我說呀，純粹是給逼急了，找個最狠的詞兒罵街呢，那是。那意思啊，就是現在這個政府，我們真他媽受夠了，哪怕以前的魔鬼啊，都比現在這群人強啊！夠啥你急了？我往死往吹牛棒了啊！不代表人家真想過回以前的日子。有研究显示了，真心裡還念着君主制那套的，在伊朗國內大概也就30%左右，而且都是上了歲數的人。現在伊朗的年輕人一大半都是在伊斯蘭共和國底下出生長大的。巴列維王朝對他們來說就跟看老古董電視劇似的，陌生的很。他們真要換個活法，也是想換個全新的，沒國王也沒教法官的共和國，誰想倒退回去啊？再說了，這位王儲老爺在美國舒舒服服待了40多年，在伊朗国內要人沒人，要錢沒錢，就靠網上喊喊話頂個球用啊！說到這兒，你就明白伊朗反對派最大的毛病了，散，太散了。除了巴列維這是復古懷舊風，還有那個名聲有點邪乎，內部管的鐵桶一樣的人民聖戰者組織，叫 MEK， 再加上北邊的庫爾德人，東南邊俾路支人，各占一片山頭啊，各有各的小九九。街上那些轟轟烈烈的抗議，氣兒是足啊，可沒個帶頭的呀，也沒個下一步的章程，熱鬧一陣風頭過了就散了。大家唯一能抱團的就是一起喊縣政府滾蛋，可真要等到商量滾蛋之後該怎麼辦的時候，馬上就吵翻天了呀！是要請回國王啊，還是搞個新共和國呀？誰也說不動誰呀！就這麼一群自己都捏不到一塊儿去的勢力，想去斗倒一個手裡抓着槍桿子啊、刀把子的縣政府，他不跟做夢一樣嗎？你再看看巴列維他們家自己的事兒，也夠慘的。他妹妹和弟弟都在流亡日子裡想不開自殺了，他爹到死都沒能回去。里薩·巴列維自己呢，一會兒是信心滿滿的快回去了，一會兒呢又迷茫自己回去幹嘛呀？整個人吧就是棵沒根的樹啊，飄在那兒。國際上那些大國精着呢，就算是最愛給伊朗縣政府找不痛快的川建國，都覺得公開跟他握手不太合適。為什麼呀？生意人不做虧本買賣唄。扶持一個在國外漂了半個世紀，國內沒幾個自己人，歷史名聲還臭烘烘的流亡儲君，那風險太高了，看不到什麼好處啊。